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第20条，张艺谋做对的3件事，启用赵丽颖、高叶等人。春节期间，无数次被电影《第20条》中演员们的一些话所打动。吕玲玲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韩明说：“所有正确的事情都要有代价，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我们究竟是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到他们手里？如果不是刷了这部电影的一些感人桥段，我不会去电影院刷这部电影。但我刷了这部电影后，我觉得经典的场景其实我已经全部都看过，但我仍然建议大家去电影院好好看看这部电影，看看雷佳音是如何诠释一个几近摆烂的检察官的，看看高叶是如何诠释正义女神的，再看看赵丽颖是如何诠释生活在最低层的普通老百姓的。电影围绕第20条中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条例展开，并从3条故事线诠释正当防卫的边界。故事线1，身为公交车司机的张贵生看到有人猥亵，挺身而出，在打斗中致使对方身受重伤。因为这一事件，张贵生被判3年，期间老婆病故，孩子因此遭受非议，生活困苦。故事线2，检察院韩明雷佳音市的孩子韩雨辰因为见义勇为保护学校霸凌受害者打伤同学，却也因此面临行政拘留，大好前途受阻。韩明与妻子马丽氏想尽办法周旋，就想让孩子能安全地上好大学。故事线3，聋哑人郝秀萍赵丽颖氏与丈夫王永强想给同为聋哑人的孩子治病向村霸借钱，遭到村霸恶意追讨，长期被对方欺压，妻子也遭到村霸的凌辱，在高度恐惧状态将村霸刺伤不治身亡。丈夫入狱并面临死刑，妻子长期遭到村霸家人的恐吓，无奈之下想出跳楼自杀换得丈夫安全的办法。这3个故事，大到恶霸欺人太甚，小到公交见义勇为，但每一个案子都引人深思。而电影中的一些话语，更是问出了普通老百姓的心声。例如，面临被刑拘的韩雨辰问爸爸：“下次遇到霸凌事件，我是帮还是不帮？”吕玲玲问韩明：“他们都这么判，就一定是对的吗？”韩明在公开会上说：“我们究竟是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给他们？”这部电影并没有高端的特效与运作场景，也没有令人热血沸腾的桥段。如果不是因为赵丽颖，我甚至都不会选择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但是当我真正走进电影院时，我的看法彻底改变了。电影以一个个平凡人的故事为线索，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公正性。我被影片中吕玲玲、高叶氏的勇气和智慧所感动，她在面对法律与道德的考验时，展现出了无比的坚韧和勇敢。我也被赵丽颖的演技所折服，她将弱势群体的那种绝望与无助演绎得淋漓尽致。还有韩明雷佳音这个角色，看似被常规裹挟着前行，但也被郝秀萍、韩雨辰、张贵生等唤醒，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决心，更是在公证会上为普通人发声。其次，影片的叙事手法让我眼前一亮，它并没有陷入枯燥的法律解释和教条主义，而是以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和幽默诙谐的台词，让观众在欢笑中思考，在感动中共鸣。导演张艺谋在这部影片中展现出了高超的叙事技巧，让整部影片既有深度又不乏娱乐性，可谓是一种艺术的双赢。故事结局的设定虽然是圆满的，但也是许多人用血淋淋的肉身铺垫出来的。如果不是张贵生死在上诉的路上，郝秀萍绝望的纵身一跃，韩雨辰的灵魂疑问，
爸爸，下次我再遇到校园霸凌事件，我是出手还是不出手呢？我想韩明依然是那个说这些案子都是这么判的人。影片虽然没有太多高大上的情节，但雷佳音、赵丽颖、高叶等实力派演员的出色表演，让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也更能让人体会身处底层弱势群体在遭受不公时的绝望与无声呐喊。他们的演技不仅让影片更加真实，也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和情感连接。另外，不得不提张艺谋将郝秀萍这个角色设定为聋哑人士明智之举。郝秀萍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他们长期遭受不公对待，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也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面对各种恶势力，无法为自己发声呐喊，反而成为所谓公平之下的牺牲品。同样因票房成绩被夸奖，赵丽颖的回应打脸了多少同行。自第20条这部影片荣耀登场以来，由赵丽颖扮演的郝秀萍角色无疑成为了众多观众热议的焦点。郝秀萍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波折与痛苦，触动人心。必须说，赵丽颖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共鸣。熟悉赵丽颖的影迷们都明白，自她踏入演艺圈起，大部分的精力都致力于电视剧的拍摄，而涉足电影领域的作品相对较少。然而，面对第20条所获得的票房与好评双丰收的局面，赵丽颖的表现也难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精湛演技受到了肯定，甚至关于赵丽颖主演电影票房突破30亿的话题也冲上了娱乐热搜，引发了广泛讨论。在电影圈，许多知名的演员如沈腾、马丽、黄渤以及易烊千玺等，都曾因其参与的电影票房成绩斐然而频频登上热搜。他们的成就，如100亿影帝、票房突破多少亿等头衔，成为了他们荣耀的象征。面对这样的赞誉，他们似乎乐于接受，并且毫不吝啬地将这份荣耀展示出来，仿佛电影的成功全赖于他们的不懈努力。然而，当这份荣誉落在赵丽颖这位年轻演员的身上时，她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她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自我膨胀，反而是以极其谦虚的态度回应：我只不过是众多赶考者之一，所获得的成绩和荣誉属于整个团队，我个人的贡献微不足道。赵丽颖的这番话，无疑是对那些过于自我膨胀的同行一个响亮的耳光。众所周知，电影的创作是一项集体艺术，涉及导演、编剧、道具、摄影、剪辑以及灯光等各个环节的紧密合作。一部电影的成功，绝不是某一个演员所能独占的荣光，忽视了背后团队其他成员的辛勤付出，显然是极其不公的。赵丽颖作为一名年轻演员，她的不骄不躁以及对电影艺术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显示了她不同凡响的品质。她的这种自我定位和深度认知实属难得，确实证明了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更是值得行内外广泛学习的榜样。在这个看似繁华却充满竞争的娱乐圈，赵丽颖如同一股清流，以她的真诚和谦逊提醒着人们，在艺术的世界里，个人的光芒虽然耀眼，但背后是无数默默奉献的团队成员共同铸就的辉煌。正是这种集体的力量，才使得电影这门艺术得以生生不息，绽放出令人瞩目的光彩。赵丽颖的表现无疑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在赞誉面前保持谦逊，在成功面前不忘初心，这才是一名真正优秀演员应有的风范。总的来说，第20条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不仅在法律题材电影中独树一帜，更在影片的叙事和表现上展现出了高超的水平。这部电影让我笑中带泪，思考中动容，是一次极具观赏价值和思考深度的观影体验。